我本该在天涯看尽风月，入宫伴驾。亲皇却在这时下旨，让顾家嫡女入宫伴驾。两个侄女哭得肝肠寸断，他们早已有了心上人。看他们为难，我便说：“兄长，我来嫁吧。”兄长说：“你都30了，皇上还不及弱冠，那又如何？他只说顾家嫡女，我也是。既然要嫁，那便做着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”爹爹，我和李郎都约好了，3日后他就来家提亲，女儿绝不入宫。爹爹，你不是答应我和表哥了吗？怎么如今又反悔了？皇上下旨点明了顾家嫡女，如果你们不去，顾家就是抗旨不存。皇上登基年少有为，定会善待你们的。清婉、清扬，你们也别怪爹爹。这里有2个竹签，你们抽签决定吧。兄长，我来嫁吧。小妹，别胡闹！你都30了，皇上还不及弱冠，这成何体统？那又如何？圣旨上只说顾家嫡女，我也是顾家嫡女。我在外云游10数载，见过大江南北，如今回来正赶上家族有难，这桩婚事只有我能接。那些人克夫之说纯属无稽之谈，他们配不上我妹妹。既然他们嫌弃，小妹索性不嫁了，哥哥养你一辈子。出去走走吧，不要困于后宅，有我在，你永远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。我尚未婚配，正好我也想嫁人了。姑姑，万一皇上龙颜大怒怎么办？皇上要顾家嫡女，无非是想笼络兄长。他可能不喜欢我，但为了朝局，他定会善待我。如今天下我都走遍了，就剩皇宫没去过，正好去体验体验。更何况，兄长，你妹妹我已经30了，我不想做老姑娘了。而且皇上尚青春年少，很合我胃口。你呀你！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爱妃免礼。爱妃看着倒是成熟。皇上，臣妾都30了，自然成熟。我是顾丞相的妹妹顾离，年方30，尚未婚配。本以为这辈子孤老终生，没想到皇上看中，竟召我入宫。臣妾真是叩谢皇上的恩德。不谢。好你个顾昭，朕要的是你那2个正直妙龄的女儿，你竟然送个30岁的妹妹进宫，阳奉阴违。皇上，良辰美景，早些安置吧。朕想起来还有些公务。娘娘，皇上就这么走了，他会不会生气？生气也只能憋着。顾兆那边想必已经把清婉、清扬的更替换了，事已至此，他也只能认了。这位就是新封的淑妃，这年纪都能当我们娘了。都进去吧，太后娘娘候着了。臣妾参见太后。都起来吧。你这个丧门星，克死了我弟弟！我定要让你名声扫地，看谁敢娶你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母后，我是淑妃啊，顾家嫡女。顾离竟
竟然是你！臣妾往后定会好好侍奉母后，以报当年教诲之恩。太后，您可要保重身体啊！太后，快传太医！是你气坏了母后。皇上何出此言？臣妾不过是清早去请安，谁知母后竟然昏厥，定是这些年殚精竭虑所致。你，皇上若真关心母后，就该让她静养，颐养天年，而不是凡事叨扰。皇上年轻，不应喜怒形于色，行事莽撞。您瞧瞧，从昨天到今日，您半分沉稳也没有。皇上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还哭了？娘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青菜，等熟了，绿油油的，既好看又能吃。给淑妃娘娘请安。今晚端午佳节，皇上在未央宫举办晚宴，请娘娘务必准时参加。知道了。晚宴，兄长顾兆应该也会来，是该见见了。这就是顶替侄女进宫的顾离，30岁了，竟还如此美艳。这么多年了，我都不气，你有什么好气的？今日佳节，众卿同乐。说起来，臣与淑妃娘娘也算是旧相识。当年若不是臣一念之差，如今或许是另一番景象。将军说的是，本宫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能与太后娘娘再续前缘。想来我与太后娘娘一定是命中注定会成为一家人的。太后娘娘您放心，臣妾一定会好好侍奉皇上，争取早日诞下皇子。你这不知羞耻的！够了，散宴。你怎么来了？这里是皇宫，我是淑妃，为什么不能来？皇上气色真好，可见德妃怀孕，您高兴坏了。这样的喜事，宫里该多几件才是。不如皇上今晚去臣妾寝宫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臣妾是皇上的嫔妃，扶扶皇上是分内之事。朕想起还有公务处理。护驾！快护驾！没用的东西！摸摸毛，不怕了。朕先走了。狗男人，提起裤子就不认人。西散了，太后娘娘，回见。那些贼人手上有你们顾家的令牌，顾离，你作何解释？皇上，若臣妾真要谋反，绝不会留下这么蠢的证据。皇上打算如何？证据确凿，顾家欺君罔上，意图谋逆，已被全数抄家流放。至于你，即日起打入冷宫，朕再也不想见到你这副虚伪的面孔。抄家流放，好，还活着就好。兄长在边疆竟然过得比我还滋润，看守将军室就有。嫂嫂和侄女都安好，小侄子也改了恶习，长进不少。我在冷宫种菜，自给自足，日子过得挺好，就是无聊了些。那是乾清宫。
事了？端王殿下打进来了，见人就杀，娘娘快躲起来吧，要变天了！帝城的废柴在哪儿？给本王搜出来！首领死了，撤！快撤！松开，别影响我发挥。顾离，别走，别丢下朕，可以不去冷宫了吗？朕错了，朕怕。可以不去，不过我要当皇后，名副其实的大前皇后。这就想一了百了，没那么便宜。太后您怎么样了？端王夜已伏诛，叛军尽数被擒。太后，您的好日子还没过完，不必急着悬梁自尽。还看着做什么？快去请太医。是。陛下，德妃娘娘受惊过度难产了。太医呢？朕的第一个孩子绝对不能出事。宫中大乱，唯一的太医刚被我调去寿康宫给太后吊命。先救德妃，快把太医拽过来。陛下，产房血腥气重，不吉利。滚开！命都要没了，还讲什么吉利？德妃，朕看着我。你想让孩子胎死腹中吗？他是皇长子，你甘心就这么放弃？娘娘，疼，想活命就使劲！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！血，娘娘血崩了，止不住了！娘娘，我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，救救我的皇仔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一定平安无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逆贼端王谋逆篡位，涂炭声名，即日起踢出皇室图谱，贬为庶人。丞相故诏，忠君报国，遭奸人诬陷，现复为丞相，加封太子太傅。故事里定乱有功，端庄淑德。即日起册封为皇后，主理六宫。皇长子李瑞寄于皇后名下抚养。臣妾领旨，谢主隆恩。册封为皇后。顾离，皇后，皇儿，你怎可立那个30岁的半老席娘为后？她不仅年纪大，还可夫。母后，儿臣心意已决，此次端王作乱，若非顾离筹谋，朕已是阶下囚。朕需要的是能并肩作战的皇后，而非只会哭诉的后嫔。你这是要气死哀家！母后切莫动怒，您有所不知，当年曾有大师为臣妾批命，称臣妾命格极尊极贵，唯有天下最尊贵的男子方能镇得住。若有人强行阻挠这桩婚事，便是逆天而行，下场
必然凄惨。母后，当年我克夫谣言从何而来，您应该最清楚吧？你这妖女，信口！太后娘娘晕倒了，快传太医！她毕竟是朕的母后，王后，你且让着她些。好吧。皇上若是觉得为难，咱俩便合衣而眠，臣妾不强求。谁说朕为难了？锦瑟，进来，去拿些避子药来。娘娘，这药伤身啊！您如今正得宠，若能怀上龙胎，我今年30了，高龄产子如过鬼门关，我还没活够。况且我有瑞儿在膝下，何必再去遭那份罪？我见过广阔天地，见过自由的鹰，绝不愿被困在育儿的深宫高墙里。去给太后请安吧。你来做什么？瞧，太后这精气神好多了。臣妾是来告知一声，从今日起，后宫凤印由臣妾掌管，太后颐养天年即可。哀家要见皇帝，皇帝呢？皇上体恤母后辛劳，特许您在此静心礼佛。臣妾连佛堂都为您备好了。太后，这清静日子，您就慢慢享用吧。这帮言官整日只知弹劾，朕批了这本那本又来，简直乱成一团。皇上，治国如烹小鲜，您这火候不对。皇后娘娘，臣妾们并非想霸占皇上，可娘娘能不能可怜可怜我们？皇上已连宿长宁宫半月了。本宫知道了，你别哭了，妆都花了。皇上现在子嗣单薄，还是开枝散叶的好。朕留在这儿不好吗？非要赶朕走？身为帝王，这是职责。那皇后也可以给朕生。皇后不想要一个孩子吗？皇上，我并不想生孩子。娘娘，您何必说的这么直白？他若连这都接受不了，还怎么当皇上？皇后娘娘，臣妾有了身孕，太医说要静养，恐怕日后不能来请安了。皇上驾到！你怀个孕倒也走不了了吗？你在家就是这样学的礼仪。皇上，臣妾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既然如此，以后晨昏定总便都免了，大家都不用来了。皇后这几日没朕在，过得倒是逍遥。皇上何出此言？董贵人怀孕了，宫里不只有瑞儿一个皇子了，你就一点不急？董贵人怀的也不一定是皇子。朕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就不能留朕一下吗？哪怕是装的。好，那皇上今晚留下吧。既然你求朕，那朕便勉为其难留下。阿离，朕在席间，满脑子都是你。陛下满身酒气，也不怕熏着臣妾。瑞儿刚睡下，您若是吵醒了他，今夜可就别想安生了。那小子有乳母守着，朕不管。朕只知道，这坤宁宫的门关上了，你便只是朕的阿离。陛下愈发没个正经了，这哪还有半分天子的威严？在旁人面前朕是天子，在你面前，朕只是你的夫君。阿离，别推开我，朕想你了。那陛下答应臣妾，明日不许赖床误了早朝。那得看皇后今夜如何表现了。娘娘，
药来了。娘娘，您这又是何苦？您已是皇后，若能再为陛下添一位嫡出的皇子，您的地位便如磐石般，再无人能撼动。锦瑟，我今年已经30了，我没兴趣去赌这条命。再者，有瑞儿在，他就是我的嫡子，是未来的君主，这还不够吗？可这是婢子汤啊！若是让皇上知道了，必定会龙颜大怒。娘娘，这是欺君之罪啊！他迟早会知道的。哟，本宫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新上任的皇后娘娘。怎么，这么快就来本宫这里耀武扬威了？母后言重了，儿臣今日前来是为表孝心。皇上与儿臣商议，觉得母后为国事操劳半生，如今是时候静心修养，颐养天年了。我们决定将这寿康宫最好的正殿为您改建成一座佛堂。你说什么？从今往后，您便可在此安心礼佛，为我大夏江山祈福，一切俗务都不必再劳您费心。改建佛堂？顾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是要将本宫圈禁起来？母后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也是儿臣作为皇后的一片心意。您清心寡欲，才能福寿安康。宫外的纷扰还是少听为好。儿臣已经为您寻了京中最有名望的几位高僧，不日便会入宫为您讲经。御膳房也会每日为您准备最精致的斋菜，您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只需在这里好好活着。你这个毒妇，你以为你赢了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！来人！皇后娘娘，从今日起，严守寿康宫，没有本宫的懿旨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务必保证太后娘娘能在此清静修行，不受半点打扰。是。顾离，你站住！你给本宫回来！黄河沿岸数州，今年的漕运又出了纰漏，户部和工部相互推诿。皇后，你看此事当如何处置？问题不在一朝一夕，根在人事。陛下可下旨，由大理寺、督察院、户部三方会诊，派出钦差沿运河一线从源头查起，账目与河工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三司会诊，让他们谁也别想包庇。有皇后在，朕真是如虎添翼。陛下，给朕滚出去！顾离，陛下深夜到访，火气这么大，所谓何事？朕问你，这是什么？避子药。你承认了？你一直在骗朕，从入宫开始就在骗朕。陛下，我无意应遇子嗣，入宫前世，现在也是。无意应遇？你是大夏的皇后，为皇室开枝散叶是你的责任，难道你对朕就没有半分情谊吗？我们是君臣，是盟友，我助你稳固朝堂，教养太子，这便是我身为皇后的职责。但我的身体，我的人生，我自己做主。朕是皇帝，朕是你的丈夫，你就不能为了朕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吗？不能。娘娘，您都听说了吗？昨夜，陛下又宿在了董贵人的钟粹宫。今儿一早，赏赐跟流水似的送了过去。听说光是东海珍珠就有8号，现在宫里上下都在传，说您失宠了。哦，传就传吧。娘娘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在乎？那董贵人如今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她……锦瑟，你要记住，靠男人恩宠得来的地位，
就像沙滩上的城堡，看起来漂亮，一个浪打过来就散了。朝堂的安稳才是我们亲手砌起来的堤坝，任它风浪再大也冲不垮，让它得意几天又何妨？是，奴婢明白了。贵人，您瞧瞧这只凤钗，上面的红宝石比鸽子蛋还大，陛下待您真是不同凡响。陛下只是觉得我比某些人懂事，会体贴人罢了，可不是吗？皇后娘娘到底是个年近40的女人了，还敢跟陛下顶嘴，简直是不知好歹。这后宫啊，终究还是得靠陛下的恩宠说话。你瞧着吧，这风向已经变了。只要我能为陛下诞下皇子，看来这皇后之位也并非那么稳固。娘娘，是董贵人。臣妾见过皇后娘娘，娘娘万安。唉，如今身子重，行动不便，这礼数上若有不周，还望娘娘海涵。妹妹怀有龙翼，是社稷之福，身子金贵，自然不必拘泥于这些虚礼。倒是妹妹，夏日炎炎，还需多加小心，免得动了胎气。多谢娘娘关心，臣妾这肚子里的可是皇上盼了许久的皇子，臣妾自然会万分小心，不像某些人占着凤位却无所出，真是辜负了皇上的恩宠。放肆！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被他气到？朕就说这天热，让你在店里歇着，非要出来走。看看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冲撞你了。臣妾只是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请安？朕看你是存心惊扰皇后。皇后乃国母6宫之主，你见了皇后，言语轻浮，礼数不周，是何居心？来人！奴才在。董贵人言行无状，惊扰皇后，禁足于长春宫1月，抄写女则百遍，没朕的旨意，不许出来。皇上饶命，臣妾知错了。皇上，臣妾腹中还有龙翼啊！走，跟朕回去。这园子里乌烟瘴气的，别污了你的眼睛。朕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就不能留我一下吗？今天的事是朕冲动了，可你就真的那么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吗？朕知道，朕之前逼你逼得紧，是朕幼稚，朕向你道歉。可是，朕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？皇上，你可知，在入宫之前，我过了10几年的什么日子？我一个人1匹马，走遍了大江南北。我在东海的礁石上看过日出，在西域的沙洲上看过最圆的月亮。那时候天大地大，我是自由的。入宫是为了顾家，也是为了你。但这4方宫墙对我来说终究是牢笼。我喜欢瑞尔，真心实意的喜欢他，疼爱他，有他在我身边，我已经觉得很满足。我不需要再用一个亲生的孩子来证明什么，或者捆绑什么。更何况我已年过30，生产本就如同在鬼门关走一遭。德妃的例子你忘了吗？我怕死，皇上，我不想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孩子赌上自己的性命。我还有很多事想做，还想看着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明君。朕明白了，是朕太自私，从未站在你的位置想过。朕只想着要有嫡子，要有我们的孩子，却忘了问你愿不愿意，怕不怕。顾离，朕答应你，从今往后，朕再也不逼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朕一件事。皇上请说。孩子可以由别人生，但皇后只能是你。你必须永远陪在朕身边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又是旱情，江南几处州府连月无雨，河道干涸，百姓用水都成了问题，更别提灌溉农田了。皇上请看，
当地百姓多用旧式龙骨水车取水，费时费力，效率低下。臣妾早年游历川蜀时，曾见过一种高转筒车，仅凭水流冲击便可自行转动，昼夜不息。若能在江南推广，或可解这燃眉之急。自行提水，此物竟如此神奇。其关键在于利用水力，设置轮轴与叶板，引水入竹筒，随轮转至高处，再自行倾入水。此法甚好，此法甚好啊！构造看似不难，若真能自行提水，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皇后，你真是朕的肱骨之臣。臣妾只是纸上谈兵，此物是否真如臣妾所言般有效，还需工部派人实地勘察试制才行。好，明日早朝，朕就下旨让工部即刻去办。此等利器，当速速推行天下。此法乃皇后所献，朕以为是解汉卿之良策，诸位爱卿以为如何？皇上，万万不可！国教有何异议？此乃利民之策，为何不可？皇上，推广农具、修建水利，乃朝廷工部户部之职。皇后娘娘身居后宫，凤仪天下，母仪四海，岂可插手前朝政务？自古以来，后宫不得干政，乃是祖宗留下的铁律呀！国舅所言极是，皇后献策，皇上纳之。此事若传扬出去，天下人会如何看待我朝？诸位大人言重了，皇后娘娘心系民生，为君分忧，何错之有？此策是否可行，只需在京郊择一处试行便知。为何要固步自封，以所谓的祖宗之法来阻挠利国利民的好事？故乡，皇后是你的亲妹妹，你自然为她说话。可老臣心中只有江山社稷。皇上，自古未闻皇后插手农桑之事，此乃动摇国本呐！请皇上三思，收回成命，以安朝纲，以正视听。皇上，祖宗之法不可变，我朝农耕之法传续100年，岂能因皇后几句番外见闻就轻易更改？国舅此言差矣。新作物由皇后娘娘在宫中小于范围示众，并无不妥。若能推广，亩产倍增，于国于民皆是天大的好事。丞相大人说得轻巧，那几株几苗，如何能与天下万顷良田相提并论？此事体大，万万不可轻举妄动。诸位大人不必再争了，口说无凭，就是争论到天黑，也分不出对错。臣妾有一议，请皇上定夺。皇后请讲。请皇上在京郊划出一块薄田，交由臣妾，臣妾亲自带人耕种，使用新作物、新农具，待到秋收，是真是假，是好是坏，一看便知。若不成，所有罪责臣妾一力承担；若成了，再议推广不迟。皇后此法甚好，就这么办。朕倒要看看，事实究竟胜于谁的雄辩。皇后，这就是你种出来的？皇上请看，不仅是这玉书命，还有那甘薯、亩产，皆数倍于寻常稻麦。看着是好看，谁知道实际产量如何，口感又如何？国舅爷别急，臣妾今日请皇上和诸位大人来，就是为了当众收割，现场过秤。臣妾还请了100余名京郊的农户一同观看，让他们来评判这东西到底好不好。1号田玉书谷计3亩，实收2100斤，折合亩产700斤。2号田甘薯计5亩，实收15000斤，折合亩产3000斤。皇后娘娘千岁，活菩萨呀！你做到了，真的做到了。木耳，又在玩这些没用的东西。你的功课做完了吗？还不快
快去读书写字。额娘，我已经读过了。皇后娘娘，您瞧瞧，这成何体统？大皇子勤奋好学，我们木耳却只知道玩弄这些匠人之物，将来如何能为皇上分忧？董贵人，何为有用，何为无用？木耳于营造之学极有天赋，此乃天性，强行扭转只会让他痛苦，适得其反。天赋？哪个皇子需要这种天赋？他需要的是治国安邦的学问。娘娘如此放纵，莫不是偏心大皇子，想让我们木耳彻底输在起点？锦瑟，带2位殿下出去走走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知道大皇子是您抚养的，是未来的储君，可木耳也是皇上的亲生子，您怎能如此厚此薄彼，任由他玩物丧志？本宫一视同仁，对瑞儿，本宫教他帝王心术，是因他需担起江山社稷；对木耳，本宫鼓励他发展兴趣，是因他有权选择一个快乐的人生。这并非偏心，而是因材施教。说得好听，快乐人生，生在皇家，哪里有自己的快乐？一步踏错，便是万丈深渊。娘娘不为木儿的将来打算，臣妾这个做母亲的却不能不打算。那你待如何？臣妾不求木儿能与大皇子争什么，只求他能学一身本事，将来不被人欺辱。可您呢？您让他去玩木头，玩泥巴，这和把他废了有什么区别？此事，臣妾定要向皇上讨个公道。皇上，你要为臣妾和木儿做主啊！爱妃这是怎么了？平身，快起来说话。臣妾不敢，是臣妾教子无方，木儿不思进取，都是臣妾的错。可皇后娘娘身为6宫之主，非但不加以引导，反而鼓励木儿沉迷匠人之术，玩物丧志。皇上，长此以往，木儿这一辈子就毁了。皇后娘娘不教2皇子治国之道，反而让他每日与木石为步。这分明是想断了木儿所有的前程，好让大皇子再无后顾之忧啊！求皇上明察。皇上深夜召臣妾前来，可是为了木儿的事。皇后，董贵人说你耽误了木儿的前程，朕想听听你的解释。臣妾不解释，臣妾只想反问皇上一个问题。你说。皇上是想看到一个资质平庸的储君和一个同样对皇位虎视眈眈、充满野心的皇子于朝堂内外明争暗斗，让您100年之后手足相残，江山动荡不休，还是想看到一个勤政爱民、合格称职的储君和一个醉心技艺、快乐无忧的藩王，兄弟和睦，各得其所，共享着太平盛世。瑞儿沉稳，有君王之相，需悉心雕琢方成大器，而木儿天性烂漫，不系权术，独爱营造，强逼他走上他不愿走的路。我们得到的只会是一个内心痛苦、能力平庸的竞争者。这既是毁了木儿，也是在给瑞儿的将来埋下天大的祸根。皇上，赌不如输，这个道理您比臣妾更懂。是朕想的错了。皇后，幸好有你在朕身边，是朕之幸，亦是大夏之幸。圣旨到，董贵人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2皇子李牧于营造之学颇有天分，近日现自明水中之法精妙绝伦，朕心甚慰，特进其为营造司行走，可参与工事修栈、水利设计等事宜。另赏黄金100两，文房珍玩若干。钦此。董贵人接旨吧。皇上还特意嘱咐奴才带句话，说2皇子是国之璞玉，需顺其纹理雕琢，方能成器呢。额娘，你快看，父皇夸我了。父皇还让我去营造司，说以后可以跟工匠师傅们一起盖大房子、修河堤。额娘，你看，这是我新做的，只要上紧发条，它就能自己飞起来。皇后娘娘说，以后我还可以设计更大的船，能出海远航的船。母妃，这丝线比朝堂上的奏折还难懂，
为什么皇兄们可以去上书房跟着太傅引经据典，我却只能在这里跟一根针过不去？傻孩子，女儿家的命自古以来便是如此，读书识字，懂得些道理，明了些贤德就足够了。将来寻个好夫家，相夫教子，安稳一生才是正途。可我不觉得这是唯一的正途。皇额娘就不是这样，她说女子为何不能有自己的天地？我也想学经史及今，想知道天下有多大，想明白皇兄们说的那些家国大事。这孩子有我当年的影子。长乐说得好，女子为何就不能有自己的天地？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皇额娘，仙妃，你是个温厚的性子，但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长乐有这颗向学之心是天大的好事，不该被所谓的规矩二字给磨灭了。长乐，告诉皇额娘，你想读书吗？想和你的皇兄们一样学那些治国安邦的道理吗？想，做梦都想。好，那皇额娘今日就为你破一破这个陈府的规矩。走，我们去上书房。走，我们去上书房。娘娘，这万万不可，不合礼法。太傅他是个最讲究规矩的老学老啊。在这后宫，在本宫面前，本宫的意志就是最大的礼法。所谓诚其意者，勿自欺也。是他你来时吩咐妇们构圆拜便时，春柔的福。臣参见皇后娘娘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先生不必多礼。从今日起，长乐公主与众皇子一同上课，还请先生多费心了。皇后娘娘，万万不可，此举万万不可啊！古圣先贤有云，男女7岁不同席，更何况是公主凤体，怎可与男子同处一室，学这等经世致用之学？女界有言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此乃败坏礼法，动摇国本之举啊！先生此言差矣，本宫且问先生，如今是谁在帮陛下参详奏折，稳定朝局，为陛下分忧？这自然是娘娘您的大才。那依先生之见，本宫是有才还是无才？若本宫无才，如何能辅佐陛下？若本宫有才，又何谈女子无才便是德？莫非在先生眼中，本宫日日辅政，本身就是败坏礼法、动摇国本吗？女子为何不能为国分忧？我大夏的女子难道天生就只能困于内宅，绣花描红，做那井底之蛙吗？若公主能读书明理，将来无论身在何处，都能为我大夏增添一份见识与力量，这才是真正的顾国之本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皇后娘娘若执意如此，便是让老臣违背一生所学的圣人教诲。老臣恳请致仕还乡。先生这是在威胁皇后，还是在威胁朕？参见陛下。皇后的意思就是朕的意思。既然先生觉得教导公主是违背圣人教诲，那想必是先生的学问还不够通透，领会不了圣人有教无类的真谛。既然先生教不了公主，那朕就为公主和皇子换一位能教的先生。皇后娘娘真是开明，疼爱长乐公主之心，咱们这些做长辈的都看着呢。只是这女子入学与皇子们同席共读，可真是史无前例。臣妇愚钝，总觉得有些抛头露面了。可不是嘛，我们家那小子回来都说了，长乐公主聪慧过人，引经据典，连太傅都靠不住呢。只是这女儿家要那么好的口才做什么？将来嫁到夫家，若事事都要与夫君争个高下，岂不是要被说成悍妇，失了和气？听诸位一番金玉良言，本宫也觉得只让公主们读书，确实是考虑不周。光会读书，确实不够。
身为皇家贵女，既要有安邦之策，也要有强身之能。本宫已与陛下商议妥当，自下月起，宫中将专为公主们增开2门新课：骑射与算学。骑射以强身健体，危急时可保家卫国；算学以精通术务，将来长家也好，辅佐夫君也罢，都能明晰仗理，不为人欺。哦，对了，此事不仅限于宫中公主，若在座各位府上的千金贵女有兴趣，不畏新考，皆可递上名帖报名参加，与公主们一同学习，费用全由本宫的私库承担。你们觉得我把一个公主教野了，那我就把所有贵女都变得野起来，看看这天下到底是谁的规矩说了算。周上的女儿对新开设的骑射课向往已久，但她本人却是武将中反对最厉的代表，今日便从她这里打开缺口。周将军，皇后娘娘，末将在此。将军不必多礼，本宫久闻将军威名，镇守北疆多年，劳苦功高，今日有一事想向将军请教。娘娘折煞末将了，娘娘但有垂询，末将知无不言。请教不敢当，只是本宫近日翻看谕图，对北疆防线颇有些浅见。敢问将军，郎君新山与燕然山互为犄角，若敌军绕道阴山，从西线突袭，我朝的烽火台预警喜系是否能保证在3个时辰内将消息传至大营？回娘娘，若天气晴好，2个半时辰足矣。但若遇上大风雪，狼烟难起，讯号传递便会受阻。风雪天便是防线最薄弱之时，本宫以为可在燕山南路增设一处暗堡，与主营形成夹角之势。平日屯兵300，储粮1月，不亮烽火，只以信鸽日夜传谕。敌军若来，可出骑兵袭其后路，纵不能一举歼敌，亦可死死拖住其行军步伐，为大营争取宝贵的时间。娘娘见解精辟入理，如掌上官文，末将自愧弗如。此等良策，胜过我等在沙盘上推演数月，末将愚钝。将军快请起，本宫不过是纸上谈兵，真正铸就我大夏铜墙铁壁的，还是将军与众位将士们。说起栋梁，本宫听闻将军有一仙金，颇有将军当年的风范，对骑射之术兴趣盎然。小女顽劣，整日舞刀弄枪，上不得台面，让娘娘见笑了。将军此言差矣，我大夏疆土万里，安邦定国何分男女？将门虎女若能悉心教导，习得一身武艺，将来未必不能如男儿般为国效力。与其将她困于闺阁，磨掉一身灵气，为何不给她一个机会，成为将军真正的骄傲，国家未来的荣？今日雪场里多一个善射的女孩，他日边关上或许就少一个破碎的家庭。周将军，这份远见难道不比一座暗堡更重要吗？皇后娘娘一言，令末将茅塞顿开，是末将迂腐了，是末将险些耽误了她。明日不，今日宴后，末将便亲自将小女送入学堂，但凭娘娘教诲。但凭娘娘教诲。陛下，国库吃紧，工部此次预算虚高，实难全数支付。张大人此言差矣，水利乃100年大计，若因一时吝惜，致使工程疏漏，日后决堤，损失何止千百。此事交筹，众卿各执一词，皇后以为如何？回陛下，拨款之争源于数目不清，臣妾以为可由户部、工部各遣1名主事共同南下，实地勘察月余，将所需款项、工期、用赋一一核算，列出详表。届时再议，则有据可及，争论自消。言之有理，此法公正，就依皇后之言。臣有本启奏。臣爱卿有何事？臣今日不为国事，只为国本。臣
要弹劾皇后顾氏。陈康，你放肆！自古有训，后宫不得干政，此乃我大夏立国之际祖宗之法。然当今皇后以妇人之身，公然垂帘听政，干预朝堂。陛下春秋鼎盛，却事事问于女子，长此以往，皇权何在？朝纲何存？古语有云：贫瘠无臣，贫瘠之臣，为家之所。此乃家国将亡之兆啊！陛下。陛下，外戚干政，前朝之见未远，恳请陛下为江山社稷计，为李氏万年基业计，即刻下旨收回皇后参政之权，令其退回后宫，以正朝纲，以安天下。陛下，臣御史所言虽言辞激烈，却是一片忠君为国之心，本宫心领了。本宫入宫初心是为辅佐陛下，如今陛下日益盛名，朝堂之上亦有诸位贤臣栋梁，本宫一个妇道人家，日日听政，却有不合祖宗规制之处，为安前朝之心，为正后宫之宜，也为全陛下仁德之名。自今日起，本宫将不再上朝听政，后宫事务亦会逐步交换内阁与六部协理，请陛下恩准。皇后，你……恳请陛下恩准。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向那个老顽固低头？朕是天子，朕可以为你撑腰，朕可以罢免他。我不是向他低头，陛下，我是在为你让路。为我？是。臣御史弹劾的是我，敲打的却是陛下的皇权。他们怕的不是顾离，是女主临朝这个名头。今日你为我罢免了他，明日史书就会记下地位妖后，赤足忠良。我不能让陛下的盛世留下这样的污点。可是，权力如潮水，有涨亦有落。暂时的后退，是为了让根基更稳。我退了，文官们的面子和道统都保住了，你的仁德之名也保住了，而且也该让他们自己尝尝，没有我这只臣民的皮肌，这朝堂究竟是会更清静，还是会更乱套？陛下，西北急报，三州大旱，灾民围堵官仓，地方官请求即刻开仓放粮，万万不可！国库储粮乃军国大事，岂能擅动？当先从林州调粮，以解燃眉之急。远水不解近渴，等粮食调到，灾民早已饿死，恐生民变。开仓先例已开，若有人谎报灾强，后患无穷。够了！为了区区一个河道书咒的款项，你们已经吵了3天了。皇后在时，半日便能拿出章程，怎么到了你们手里，就只会互相攻讦、推诿插喝？陛下，臣有罪。臣近日将皇后娘娘此前批阅的条箴反复研读，才发现许多臣当初以为不妥的政令，实则是平衡各方利益、安抚各派势力的最优之选。是臣等眼界狭隘，未能体会娘娘的深意呀。如今娘娘不管事，朝堂效率大减，诸事撤除，臣等追悔莫及。
都退下吧。是朕错了，朕离不开他。陛下，皇后，陛下日理万机，怎么有空来臣妾这冷清的长宁宫？朝堂上的事都理顺了。这几日，朕才真正明白，没有你，这江山，朕坐不稳。皇后，求你继续帮帮朕。陛下言重了，你是君，我是臣，辅佐君王本是分内之事。只是，皇上，让臣妾再想想，或许是时候让太子殿下开始学习监国了。母后，江南织造上书请求扩大桑田，但这必然会与当地百姓争夺良田。可若不扩大，宫中贡品丝绸的产量又无法达标，这该如何是好？瑞儿，你看这几处官办的桑田，地力早已贫瘠，产量逐年下降。为何我们的思路一定要局限在官办二字上呢？若是朝廷出技术和桑苗，鼓励百姓在自家田边地角种桑养蚕，再由官府设点，以公道的价格统一收购呢？是啊，如此一来，既不与民争地，又能提高产量，百姓还能额外征收，自然会用心。丝绸的品质和产量难道还会差吗？母后英明。为君者，不可只看朝廷的账本，更要看百姓的饭碗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记住了吗？儿臣记住了。百姓饭碗，这孩子倒真有几分模样了。曾几何时，那个位置上的人是只属于朕一个人的老师，是朕唯一可以依赖的支柱。母后，您看，这是我照着您游记里画的浮船图纸做的。您说它真的能抵御远海的风浪吗？当然能，只要风帆够结实，舵手够勇敢，天底下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我也想，母后，我不想像皇兄那样学习治国，我也不喜欢母妃总逼我背那些经史记奇。我想像您一样，去看看海的尽头是什么，去看看那些您书里写的奇闻异物。好孩子，有梦想总是好的。原来皇子还不知道德妃那个贱人是怎么死的。顾离，你真是好手段，瞒天过海，将别人的儿子据为己有，骗了皇子，骗了天下人，还当上了皇后。这可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啊！动摇国本，哀家就是要动摇他的国本。他让哀家失去了一切，哀家也要让他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哀家要让太子知道，他认贼作母，他的杀母仇人就是他天天孝敬的养母。去，想法子让太子殿下无意间听到一些关于他生母的真相。瑞儿，关于漕运改制，吏部与户部的争议焦点，你如何看？儿臣以为户部所言更具可行性。哦，说说理由。户部主张先开辟几条新航路作为试点，若可行，再行推广，可减少风险。瑞儿，你今日似乎心神不宁，是学业太重，还是身体不适？儿臣没有，
母后多虑了。你从不说谎，更不擅长说谎。从昨日起，你便刻意避着我，膳食只用了半碗，晨昏定寿时也站得远远的。现在连与我讨论政务，都像是在应对一场拷问。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是谁在你面前说了什么吗？母后，这些年您悉心教导我、爱护我，视我如己出。您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因为我一出生就是皇长子？是不是因为只有抚养我，您才能坐稳这皇后的位置？瑞儿，你可知你出生的那晚，宫中正在发生什么？那晚宫门大乱，端王发动宫变，叛军攻入了内廷。你的生母德妃因受惊而早产，当时宫中血流成河，太医和有经验的产婆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无人敢去她的寝宫。是我带着锦瑟踹开了你母亲的宫门。我见到她时，她已经痛得快要晕厥。她才16岁，还是个孩子。她抓着我的手，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孩子。我前半生云游四方，学过些粗浅的医术，于是在那间被窗外火光映红的宫殿里，我为你接生。你很争气，哭声响亮。但你的母亲，她产后血崩回天乏术。她临终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将你小小的手放在我的掌心。她说，求求你，让她活下去。你生母德妃的家族虽因她早逝而凋零，但在京郊之外尚有远亲在。我已经派人查到了他们的住处，你可以随时出宫，去查，去问，去查清当年宫变的每一个细节，去问清你母亲离世的真相。若我故里有半句虚言，若德妃之死与我有半分干系，这把匕首就是你为你生母报仇的利器，你随时可以来取我的性命。母后绝不还手。这件物品，您可识得？当年宫中出事，我们这些远亲都吓得不敢作声。后来是皇后娘娘派人悄悄送来一笔银钱，还有表妹的遗物。传话的人说，娘娘已经去了，让我们好生过活，万不可对外声张，以免惹来杀身之祸。皇后娘娘是保全我们一家的恩人呐。瑞儿，你这是什么样子？对皇祖母如此无礼。皇祖母，宫中流言是否是您散播的？什么流言？哀家一心礼佛，不懂你说什么。说我母妃是被皇后害死的流言。是又如何？难道哀家说错了？顾离那个妖妇，她克死了我弟弟，又霸占后位，迷惑军心。她假意抚养你，不过是为了她顾家的权势，你竟还认贼作母！您太让儿臣失望了。母后，儿臣错了，儿臣不该听信谗言，不该怀疑您。儿臣混账，求母后责罚。傻孩子，母后没有怪你，生在皇家，怀疑是你们的第一道盔甲。只是瑞儿，你要记住，最伤人的永远不是真相，而是猜疑。它会像毒蛇一样，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，吞噬掉你心中最宝贵的东西。顾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哀家的佛帽也是你敢随便闯的，还带着瑞儿来这种地方，你想做什么？太后娘娘不必惊慌，臣妾今日是特地来拜见皇祖母的，顺便也想请教娘娘，这满室的菩萨，可知您这位日日叩拜的信徒
是何等一副蛇蝎心肠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哀家一心向佛，为国祈福，何来蛇蝎心肠？那烦请你亲口告诉瑞儿，是谁在他耳边散布流言，说我是杀害他生母的仇人？是谁想让他变成一个仇恨养母、内心扭曲、被你操控的傀儡？是你，是你血口喷人，是你克死了我的弟弟，是你害得哀家半生孤苦，你这个毒妇妖后！放肆！你要干什么？来人啊！臣妾早年云游，略通医理，今日便免费为太后娘娘诊一诊脉。太后娘娘，你这脉象外强中干，气血亏空，心神耗竭已久，说白了就是油尽灯枯，命不久矣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你，你就带着对我的恨，带着对你弟弟的愧，好好品尝这所剩无几的日子吧。每日在佛前忏悔，或许你的弟弟还肯在黄泉路上等你一等。别过来，阿弟，是他，是顾里那个妖妇，他要索我的命了，别带我走。娘娘，您醒醒，没有妖妇，没有啊！您看看老奴。母后，成儿，是你吗？我的成儿。是朕。母后，您感觉怎么样？太医就快来了。对不起，母后对不起你，都是母后的错。母后，您好好歇着，会好起来的。李成，什么叫太后？陛下，陛下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苦，良药苦口，忍一忍，吃完这碗就不吃了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你我之间还说这些做什么？倒是朝政，你不必挂心，有兄长和瑞儿在，出不了乱子。我们不说那些了，我想听你说说话。好，那你想听什么？就说说我们以前的事吧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在长宁宫，你差点把朕气哭？怎么不记得？堂堂天子被臣妾一个30岁的老姑娘气得掉金豆子，说出去怕是都没人信。还有那次在御花园，要不是你，朕可能早就被刺客。还有宫变那晚，你抱着我，问我可不可以不回冷宫，后来还答应封我为后。那时候你胆子倒是不小，什么都敢许诺。因为朕知道你一定做得到。顾里，你好像什么都做得到。阿里，你说怪不怪？明明你比我大那么多，怎么如今瞧着反倒比我还年轻？顾相，陈御史，臣在。朕的时日，朕自己清楚。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太子李锐，仁孝聪明，堪当大任。
自今日起，立太子为监国，总领朝政。你们皆是三朝元老，国之栋梁。朕要你们当着朕和皇后的面立誓，日后必当倾尽全力，辅佐新君，效忠大统。如违此事，天人共度。陛下，老臣遵旨，老臣必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有。好，你们记住今日之言，退下吧。木儿，你也长大了。父皇，父皇，别哭。朕这一生困于斯，长于斯，从未真正为自己活过一日。朕羡慕你，也羡慕你母后。你有向往自由的心，这很好。人生不该只有一种活法。父皇希望你将来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去看自己想看的风景，不要被这四方城墙锁住你的一生。父皇，我哪里都不去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。傻孩子，去吧，让朕和你母后单独待一会儿。阿离，臣妾在。把东西拿来。陛下，这万万不可！这天下，朕信不过任何人，只信得过你。玉玺，你替朕保管着，待瑞儿真正能独当一面时，再由你亲手交给他。阿离，当年你入宫，朕心中有过不忿，有过怨怼。如今想来，何其可笑！遇上你，是朕这一生最大的幸事。朕能给你的不多，唯有这江山能让你站得最高，看得最远，再无人能欺负你。这是朕唯一能为你做的了。800里加急！800里加急！北狄集结10万大军，陈兵雁门关外，以我朝皇帝病重为由，寻衅滋事，兵锋直指中原，恐有南下之意。北狄狼子野心，欺我朝无主，此战必打，不打不足以扬我国位，不可！陛下龙体高阁，国丧在即，此事不宜大动干戈，当以和谈为主，安抚为上。众卿，稍安勿躁，此事关乎国本，容本宫明日再议。退朝。打？怎么打？钱粮何来？父皇还在病中，不打，北狄真要打过来了，我如何向天下交代？这群老狐狸就知道吵。心不定，如何决断国事？母后，您说我该怎么办？我问你，这些年你皇姐长乐，除了读书习字，还在做什么？皇姐她在演武场操练兵马，研读兵法。父皇还特许她调派兵部档案。母后的意思是，我朝并非无人可用，将才不问男女，只看能力。你父皇和我多年的心血，难道只是让他学着玩的吗？去吧，让那些看轻女子的人瞧瞧我大夏的公主是何等模样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就下旨。捷报，大捷！长乐公主亲率3000轻骑，绕道千里，夜袭北狄王营，斩敌数万，大获全胜。北狄可汗已递交降书，承诺10年内不敢难忘。你看，我们的女儿是天下最棒的姑娘。启禀皇后娘娘，董太妃前来拜见。请。
臣妾见过皇后娘娘。董太妃不必多礼，坐吧。皇上他病重之后，臣妾想了很多事。人总是在经历一些事情后，才能看得更明白。是啊，看得明白了，也觉得自己可笑了。皇后娘娘，臣妾今日来是想跟您说一声对不住。当年臣妾为了木耳动过不少歪心思，说过不少酸话，也给您添了不少堵，是我自己心胸狭隘。都过去了，这宫里谁活得又不累呢？你为了儿子，我为了家族，起因不同，但身在局中，许多事都由不得自己。况且你把木耳教得很好，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不被宫廷束缚，这比什么都强。我从未怪过你，谢谢你，皇后娘娘，也谢谢你，从未把我放在心上。以前总想着怎么赢过你，现在才明白，你从未把我们当成过对手。你的眼睛看的永远是这宫墙之外的天地。阿离，一晃15多年了。你入宫时，我便担心这4方宫墙会困住你。如今你虽已是天下最尊贵的女子，可兄长看你眉宇间的倦色，却比当年云游回来时更重。兄长，这宫里没有4季，只有春秋。春是播种，秋是收获。我用了15年，总算把该种的都种下了，该收的也快收完了。累是自然的。陛下龙体近来愈发不好了，太医院那边已经束手无策。阿离，你之后有何打算？兄长，你还记得吗？我15岁那年，从一本杂记上看到，说大海的尽头是世界的边缘，有吞吐日月的巨兽。我当时就想，总有一天我要去亲眼看看。后来我走了很多地方，看过大漠孤烟，也见过杏花冲雨，却唯独没能走到海的尽头。阿离，你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，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，顾家永远是你的后盾，兄长永远支持你。有兄长这句话，我便没什么可顾虑的了。兄长，这宫里的风景再好，我也看了15年了，有些看腻了。都下去，朕有话对皇后说。皇后，朕是不是很没用？登基20年，一半的身子骨都靠你撑着，到头来还是没能陪你更久一些。陛下是一代明君，开创了盛世的基业，臣妾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您累了，该歇歇了。朕知道，你心里装着天下，装着自由，唯独没有朕。可朕还是想自私一回。皇后，下辈子你早点来找我，好不好？不要等30岁，吉吉就来，然后我们养个孩子，像瑞儿一样聪慧，像长乐一样活泼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陛下驾崩！好，那下辈子你可要长命百岁的等着我。陛下，这已经是今日送来的第5份了。青州王、淮南王等几位宗室藩王联名上书，皆言陛下春秋正盛，然国事繁剧，恐有奸佞从中作祟。为保我大夏江山稳固，恳请皇太后效仿前朝，垂帘听政，辅佐陛下。辅佐？好一个辅佐！他们不过是看朕年幼，想借母后之名行架空朕之实。他们以为这世上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垂帘听政的权利。父皇尸骨未寒，他们便如此迫不及待。陈御史，你说朕该如何是好？老臣不敢妄言，此事还需看太后娘娘的意思。母后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，天塌下来了。他们欺人太甚，父皇临终前将江山托付给了我们母子，
可他们却想把您推到台前，让您成为他们操控的傀儡，再一步步夺走儿臣的皇位。母后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们觉得没有女人能拒绝权力，那是他们不懂。这世上还有比权力更诱人的东西。放心，母后知道该怎么做。